李桂芳突然提出 AA 制，赵纯沉默片刻，笑着转身离开。几天后，陈家4口人站在街头，行李散落一地。李桂芳焦急地问：“小纯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赵纯淡淡回应：“既然 AA 制，房子也该分清。对了，等下还有惊喜哦。”可谁知下一秒，铁门被推开，原本撒泼打滚的李桂芳也愣住，脸色瞬间苍白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金秋10月，阳光明媚，上海市中心5星级酒店的婚宴厅内，灯光璀璨，乐声悠扬。今天我正式宣布，这2套房产归我女儿赵纯所有。赵德忠站在宴会厅中央，手持话筒，声音洪亮。他高高举起2本红色的房产证，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笑容。在场宾客发出一阵惊叹，掌声雷动。这是今天婚礼上最令人瞩目的时刻，赵家送给女儿的陪嫁礼。一套位于静安区核心地段的180平米豪华公寓，市值超过2000万；另一套位于浦东新区的120平米精装公寓，市值约1500万。新娘赵纯一袭白纱，明艳动人。她是一位年轻有为的金融投资顾问，毕业于国内顶尖财经大学，年薪100万。今天，她要嫁给自己相恋3年的男友陈明宇。陈明宇穿着合体的黑色西装，英俊潇洒。他是一家外企的行政主管，薪资虽不及赵纯，但工作稳定。陈明宇站在赵纯身旁，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，但眼神中却闪烁着复杂的光芒。赵纯的父亲赵德忠是建筑业的成功人士，资产上亿，而陈明宇的父母陈国强和李桂芳，一个是退休公务员，一个是退休教师，属于普通工薪阶层，租住在老城区一套不足70平米的老房子里。谢谢岳父大人。陈明宇接过房产证，声音有些颤抖。我一定会好好对待纯纯，给她幸福的生活。台下，陈家人坐在主桌，表情各异。李桂芳50多岁，保养得宜，染着栗色的短发，穿着得体的香槟色礼服。她看着儿子手中的红色房产证，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，嘴角挂着欣喜的笑容。桂芳，你儿子可真有本事，娶了个金凤凰回来。坐在一旁的亲戚凑过来低声说道。李桂芳得意地笑了笑，这都是明宇自己的本事。我们陈家虽然条件一般，但门第清白，人品端正。赵家看重的就是我们家的品质。陈国强在一旁默默地喝着酒，面色平静，眼神中却藏着精明的算计。他身材微胖，头发花白，一副慈祥长者的形象。陈明宇的妹妹陈晓婷刚读完研究生，窈窕漂亮，却有些刻薄。她凑到母亲耳边，小声道：“妈，这下我们可住上大房子了。”李桂芳拍了拍女儿的手，示意她不要声张。你哥有出息，咱们跟着享福。以后你找对象，眼光也要高一点。陈明宇的弟弟陈浩然刚上大学，长相帅气，却难掩轻浮。他毫不掩饰地盯着赵纯的闺蜜们，时不时发出轻佻的笑声。婚礼结束后，按照赵纯的意愿，新婚夫妇和陈家人一起搬入了静安区的豪华公寓。乔迁之日，赵纯热情地带着陈家人参观新家。爸妈，这间主卧是我和明宇的，这间次卧是给您二老的。小婷和浩然各有自己的房间。赵纯微笑着介绍道，家里有4个卫生间，不会互相打扰，客厅和餐厅都很宽敞。
我们一家人可以一起用餐、看电视。李桂芳环顾四周，眼中满是羡慕和贪婪。她摸着进口大理石的餐桌，是坐着意大利真皮沙发，打量着墙上的名画，心中暗暗盘算着这一切值多少钱。纯啊，这房子的房产证和户口本的事情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李桂芳假装随意地问道。赵纯略显惊讶地看了婆婆一眼，房产证自然是在我名下，至于户口，如果您和爸想迁过来也没问题，不过我建议先不忙，等以后有需要再说。这样啊，李桂芳表面笑着点头，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悦。我们老两口的户口迁过来也好，毕竟是一家人嘛。当天晚上，陈家人都沉浸在豪宅的舒适中。陈晓婷对着衣帽间的巨大穿衣镜拍照发朋友圈，陈浩然直奔游戏房，玩起了最新的游戏主机。陈国强则在书房欣赏着墙上的字画，只有李桂芳在自己的房间里若有所思。婚后的日子看似美满和谐，赵纯勤勤恳恳的工作，每月收入丰厚，除了自住的豪宅外，另一套出租的公寓也为家庭带来稳定的收入。陈明宇虽然工资不高，但也算贴补家用。表面上，陈家人对赵纯百般热情，李桂芳常常在亲友面前炫耀自己的儿媳妇如何优秀，如何孝顺。陈国强则以慈祥长辈的形象出现，时常赞赏赵纯的聪明能干。陈晓婷和陈浩然对这位富有的嫂子也表现得亲密友好。婚后半年，赵纯开始感觉到不对劲。清晨，赵纯起床准备早餐，尽管工作繁忙，她仍坚持为全家人做可口的早餐。然而，当她忙碌的时候，却发现只有陈明宇会偶尔来帮忙，其他人都习惯性地等在餐桌前。小婷，能帮我拿一下盘子吗？赵纯端着热气腾腾的炒蛋，向正在玩手机的小姑子喊道。陈晓婷抬了抬眼，敷衍地应了一声，却没有动作。一旁的李桂芳笑着说：“你忙你的，别麻烦小婷了。她昨晚写论文太晚了，还在休息呢。”赵纯无奈地笑了笑，自己动手拿了盘子。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。赵纯买菜做饭，打扫卫生，而陈家人则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这一切。明宇，你能不能提醒一下你妹妹和弟弟，家务应该大家一起分担。一天晚上，赵纯躺在床上，疲惫地对丈夫说。陈明宇迟疑了一下，他们还年轻，没什么生活经验，再说你工作那么忙，不如我们请个保姆吧，反正我们经济条件允许。赵纯叹了口气，问题不是钱，而是态度。一个家庭需要所有人一起经营，而不是所有事情都由一个人承担。陈明宇抱住妻子，你别生气，我明天和他们谈谈。但第二天，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赵纯发现，与其期待陈家人的改变，不如直接雇佣保姆解决问题。于是，他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阿姨，每天来家里做饭打扫，家务问题暂时得到解决，但经济问题却开始显现。一天下午，李桂芳敲开了赵纯的书房门。纯纯，你忙吗？李桂芳笑容可掬。赵纯放下手中的文件，不忙。妈有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和几个老姐妹明天要去打麻将，需要一点活动资金，你能不能借我2万块钱？下个月我一定还你。赵纯有些意外，但还是爽快地拿出手机转了2万给婆婆。谢谢你啊，好儿媳妇。李桂芳满脸笑容地离开了。1周后，陈国强也来借钱，说是看中了一幅字画，想收藏。
赵纯二话不说，赚了3万给公公。接下来是陈小婷，说要买一个名牌包。再后来是陈浩然，说要额外的生活费。起初赵纯并不在意，他每月高薪加上房租收入，养活陈家5口人绰绰有余。但令他失望的是，陈家人从不提归还的事，也从不表示感谢，反而把这当成理所当然。更让赵纯心寒的是，陈家人对他的付出不但不感恩，还常常挑剔。晚餐时，李桂芳尝了一口保姆做的红烧肉，皱起眉头：“这肉怎么这么柴？纯纯啊，你平时也不检查一下，让阿姨买这么差的肉。”陈小婷拨弄着碗里的青菜：“这菜也没什么味道，不如我们点外卖吧。”陈浩然直接放下筷子：“我去楼下买点吃的。”赵纯看着这一幕，心中酸涩。他每天忙于工作，已经尽力为这个家付出了，但换来的却是这样的态度。陈明宇看出了妻子的不悦，在饭桌上打圆场：“妈，阿姨做的饭菜已经很好了，我和纯纯整天忙工作，能有人照顾家里已经很感激了。”李桂芳不以为然：“我只是提个建议，又不是批评。纯纯不会这么小心眼吧？”赵纯强颜欢笑：“没事，我会和阿姨沟通，改进一下。”饭后，陈明宇找到赵纯：“对不起，我妈她不是故意的，她那一代人就这样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赵纯苦笑：“明宇，我不是小心眼的人，但你家人的态度确实让我很受伤。我付出这么多，却换不来一声感谢。”陈明宇抱歉地搂住妻子：“我会和他们好好谈谈的。”但这样的谈话已经进行过多次，每次都是陈明宇信誓旦旦地保证会改变，但最终一切都雷声大雨点小。赵纯渐渐明白，陈明宇优柔寡断的性格使他无法真正在家人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场。无论他如何委屈，陈明宇始终无法为他撑起一片天。表面和谐的生活下，暗流越来越汹涌。赵纯开始感到疲惫和不公，他意识到他的付出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，反而被当成了理所应当。每当夜深人静，赵纯望着熟睡的丈夫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她爱陈明宇，但她不确定这样的生活还能维持多久。周末，陈家人聚在一起吃午饭，这是赵纯特意安排的家庭聚餐，希望能增进家人间的感情。餐桌上，李桂芳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自己朋友的儿子最近的壮举。你们知道吗？老张家的儿子小凯上个月刚买了套房子，120平的大3房，全款。李桂芳一脸骄傲，仿佛在说自己儿子的事迹。人家才30岁，就靠自己的本事买了房子，连父母1分钱都没花。陈明宇低着头扒饭，没有接话。赵纯看了丈夫一眼，知道他心里不舒服。陈明宇虽然是家里的长子，但在事业上进展并不理想，这是李桂芳经常拿来讽刺他的话题。对了，老张还跟我说，他们家里实行 AA 制呢。李桂芳继续道：“每个月的水电费、物业费、吃饭钱都按人头分担，多公平啊！”说到这里，李桂芳意味深长地看了赵纯一眼：“我一直觉得，就算是一家人，也该有些规矩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餐桌上一时沉默，陈小婷和陈浩然交换了一个不安的眼神。陈国强假装专注于面前的菜肴，但眼角的余光却在观察赵纯的反应。赵纯放下筷子，沉默片刻，脸上突然浮现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，没有直接回应婆婆的话，只是起身离开了餐厅。李桂芳有些摸不着头脑，望向儿子：“他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陈明宇也一脸困惑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去看看。她找到赵纯时，她正在书房里打电话，见到丈夫进来，赵纯做了个手势，示意他稍等，继续通话。对，爸，就按我说的办，明天我会过去一趟，把详细情况告诉你。挂断电话，赵纯看着丈夫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明宇，我想我们需要谈谈。陈明宇坐下来，一脸担忧。纯纯，我妈刚才只是随口一说，你别太往心里去。赵纯摇摇头，不，明宇，这不是随口一说那么简单。自从我们结婚以来，我一直在为这个家付出，但换来的是什么？你家人的挑剔、抱怨和索取。现在你妈提出 AA 制，我想是时候让大家都清醒一下了。陈明宇急切地解释。纯纯，我知道最近大家的表现不太好，但他们真的很爱你，很感谢你为这个家做的一切。赵纯冷笑一声，爱我，感谢我。明宇，别自欺欺人了，他们只是把我当作一棵摇钱树，一个可以随意索取的提款机。现在好了，既然你妈提出 AA 制，那我们就好好执行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赵纯变得异常忙碌，频繁外出，有时甚至整天不回家。陈明宇试图询问他在做什么，但赵纯总是含糊其辞，只说在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。家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诡异。李桂芳本以为自己的 AA 制提议会让赵纯难堪，没想到对方的反应如此奇怪。他开始担心是不是自己操之过急，得罪了这个财力雄厚的儿媳妇。1周后的周六早晨，赵纯破天荒地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早餐，并邀请全家人一起用餐。今天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？李桂芳试探着问道。赵纯微笑，是的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。等所有人都坐定后，赵纯拿出一份文件，平静地说，这是我让律师准备的一份协议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即将实行的AA制细则。协议？李桂芳皱眉，用得着这么正式吗？赵纯点点头，妈，正如您所说，家里是该有些规矩，AA制是个好主意，但如果要执行，就该彻底一点。他打开文件，逐条解释。首先，从下个月开始，家里所有费用按人头平均分配，包括但不限于水电费、物业费、食材费、保洁费等。其次，每人每月需要向家庭账户缴纳3000元基本生活费，用于支付上述共同开支。第三，个人消费各自承担，不得互相借用或索取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赵纯停顿了一下，看着所有人的脸。既然是 AA 制，那么居住权也应该明确。这套房子是我父亲送给我的陪嫁，产权在我名下，按照市场价值，每人每月应支付相应的租金。租金？李桂芳惊讶地叫道。纯纯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怎么能谈租金呢？赵纯冷笑。妈，按您的逻辑，既然连水电费都要 AA， 为什么房租不用呢？这套房子市值2000万，按照年租金回报率4%计算，每年租金应该是80万，每月大约6、7万。你们5个人，每人每月应该支付约1万的租金。餐桌上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被这个数字震惊了。陈明宇急忙打圆场，纯纯，这样不太合适吧？毕竟我们是夫妻，房子也是共同财产。赵纯打断他，不，明宇，这套房子是我父亲送给我的陪嫁，法律上属于我的个人财产，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可以咨询律师。李桂芳脸色难看，纯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想赶我们走吗？赵纯依然保持微笑。不，妈，我只是按照您提出的 AA 制认真执行而已。如果您觉得租金太高，我们可以商量其他解决方案。什么解决方案？陈国强终于开口，声音低沉。赵纯看了公公一眼，很简单，既然 AA 制不适合我们家，那就取消这个提议，回到原来的模式。我继续承担家里的主要开支，但也希望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感谢，而不是挑剔和抱怨。李桂芳硬着头皮说，那就回到原来的模式吧。AA 制确实有些麻烦。赵纯摇摇头，不，妈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这几天我仔细思考了我们的家庭关系，发现问题远不止表面这些。我需要一些时间和空间，重新审视我们的关系。说完，赵纯起身离开餐桌，留下一脸困惑的陈家人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赵纯开始频繁地回娘家，有时一连几天不回来。陈明宇多次尝试沟通，但赵纯总是敷衍了事，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。李桂芳后悔自己提出 AA 制，但又拉不下脸面明确道歉。陈国强沉默寡言，似乎在等待事态发展。陈晓婷和陈浩然也收敛了许多，不再随意提出各种要求。1个月后的周一早晨，当陈家人还在睡梦中时，门铃突然响起。陈明宇开门，发现门外站着一群陌生人，为首的是一位西装笔挺的中年男子。你好，请问是陈明宇先生吗？那人礼貌地问道。陈明宇点点头，我是，请问您是？我是赵纯女士委托的律师，这是法院的腾房通知和执行令。男子递过一份文件，请您和家人在3天内搬离这套房产，否则我们将依法强制执行。陈明宇如遭雷击，接过文件却说不出话来。此时被吵醒的李桂芳走到门口，看到眼前的场景，惊慌失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律师冷静地解释，赵女士已经决定收回这套房产，并要求所有非产权人在3天内搬离，这是合法的要求，有法院的支持。李桂芳瞬间崩溃，这不可能，我们是一家人，纯不可能这样对我们。律师面无表情，法律是不考虑亲情关系的。夫人，赵女士已经给了你们足够的时间准备，3天后，如果你们仍未搬离，法院将强制执行。说完，律师和随行人员离开了，留下陈家人陷入极度混乱。陈明宇立即给赵纯打电话，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，他发信息也得不到回复。3天后，当执行期限到来时，赵纯终于出现在了公寓门口，身后跟着执行人员和搬家工人。陈家5口人站在门口，行李散落一地。李桂芳眼睛通红，显然哭过很久。小纯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李桂芳焦急地问道，声音哽咽。赵纯面无表情，淡淡回应，既然 AA 制，房子也该分清。对了，等下还有惊喜哦。李桂芳闻言立即跪在地上，开始撒泼打滚。我的儿媳妇啊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这样对我们，我们老2口无家可归，该怎么办啊？就在这时，电梯门打开，几个人走了出来，铁门被推开，原本撒泼打滚的李桂芳也愣住了，脸色瞬间苍白。走出电梯的赫然是赵纯的父亲赵德忠以及赵家的私人律师团队。更让李桂芳震惊的是，其中一位律师手里拿着的文件袋上赫然写着陈国强、李桂芳涉嫌欺诈罪证据材料和一份房屋产权证明。赵德忠面色阴沉，看着陈家人，声音低沉而威严，
我女儿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，包括你们是如何计划欺骗她，试图将房产据为己有。现在房子已经转回到我名下，你们休想打房子的主意。我本想直接报警，但看在你们是亲家的份上，给你们一次机会。李桂芳脸色煞白，嘴唇颤抖。我们没有。赵德忠打断他，别狡辩了，我女儿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，包括你们与那个黑心律师的对话录音，还有你们准备的假文件，这些足以让你们在监狱里待上几年。陈国强终于忍不住了，跪在地上：赵总，是我们糊涂啊，求您看在明宇和纯纯的份上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赵纯冷冷地看着公婆，我本以为嫁入陈家会得到一个温暖的家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算计和欺骗。陈明宇站在一旁，脸色惨白，似乎还没有完全理解发生了什么。赵纯转向丈夫：明宇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站出来保护我，但你每次都选择退缩。现在我要你做出最后的选择，是和我一起重新开始，还是和你的家人一起离开？陈明宇痛苦地看着妻子，又看看自己的父母和兄妹，陷入了两难的抉择。纯纯，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？陈明宇声音颤抖。赵纯摇摇头，没有时间了。明宇，现在立刻做出你的选择。赵纯的决绝态度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，尤其是李桂芳。她没想到这个平日温顺的儿媳妇会突然变得如此坚决，更没想到自己的阴谋会被彻底揭穿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李桂芳颤抖着问道。赵纯冷笑一声：妈，你太小看我了。其实从婚后不久，我就感觉到了你们的不怀好意，但我一直抱着希望你们能真心接纳我。直到你提出约制的那天，我才彻底看清了一切。赵纯从包里拿出一个 U 盘，举在众人面前，这里面有你们和那个姓王的律师密谋的全过程，如何设计让我签下转让协议，如何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过户到明宇名下，甚至还有你们讨论离婚后如何瓜分财产的内容。陈明宇震惊地看着父母：爸妈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李桂芳下意识地要否认，但看到赵德忠阴冷的目光，只能低下头，默认了一切。陈国强长叹一口气：明宇，是我们对不起你和纯纯，我们被贪念蒙蔽了双眼，做了不该做的事情。陈晓婷和陈浩然站在一旁，面露惊恐，显然他们对父母的这些秘密计划并不知情。赵纯看向陈明宇：现在你明白了吗？为什么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？陈明宇痛苦地闭上眼睛，在睁开时，眼中已满是泪水。纯纯，对不起，我辜负了你的信任，我选择和你重新开始。这个答案似乎在李桂芳的意料之外，她惊慌地抓住儿子的手臂：明宇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啊，没有我们，哪有你今天？陈明宇甩开母亲的手：正因为你们是我的父母，我才更加失望。你们居然想要欺骗纯纯，这是我无法接受的。赵德忠冷哼一声：看来你还有点良心，不过光是口头道歉可不够，这是2份文件，一份是我们不追究你父母法律责任的承诺，条件是他们立即搬出这套房子，并签署永不干涉你们夫妻生活的保证书。另一份是你和纯纯的婚前财产协议补充条款，明确2套房产永远属于纯纯的个人财产。陈明宇毫不犹豫地在文件上签了字。陈国强和李桂芳在律师的注视下，
也不得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好了，现在请你们立即搬离。赵德忠下了最后通牒，我女儿已经非常仁慈，没有选择法律手段解决问题，希望你们不要不识好歹。就这样，陈家5口人，除了陈明宇选择留下外，其余4人被迫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豪华公寓。上海的冬天格外寒冷，尤其对于无家可归的人来说，陈国强、李桂芳、陈晓婷、陈浩然之前一直住在老房子里，也被赶了出来。4个人拖着简单的行李，站在寒风中，不知该何去何从。爸，我们真的没地方住了吗？陈晓婷哭泣着问道。她从小娇生惯养，从未经历过这种窘境。陈国强摇摇头，老房子被出租了，押金和首月房租都花在你妈买包和打麻将上了。李桂芳脸上挂着泪痕，我们去找亲戚借住几天吧，等我们找到新住处。陈国强冷笑一声，你觉得谁会愿意一次收留我们4个人？而且以你平时那副势利嘴脸，谁会愿意帮你？李桂芳无言以对。她平日里总是在亲戚面前炫耀儿子娶了个富家女，住豪宅，用名牌，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。如今落魄，谁会愿意拉她一把？最终他们只能在便宜旅馆开了2个房间暂住。一连几天，陈家人都在为住处的事情发愁。他们手头的积蓄不多，之前在赵纯那里借的钱早已花光，要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租一套能住下4个人的房子，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陈晓婷和陈浩然也开始体会到生活的艰辛。从前他们只知道花钱，不知道赚钱的辛苦。如今为了分担家里的负担，陈晓婷白天去咖啡店做兼职，晚上回来还要写论文。陈浩然也不得不放弃游戏，去快递站做分拣员。最让李桂芳难以接受的是，她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麻将局和名牌包的瘾。每当路过奢侈品专柜，她都会想起从前赵纯二话不说就转账的场景，心中更是悔恨不已。1个星期后，陈国强终于在远郊找到了一套月租3000元的2室1厅小房子。虽然远离市区，条件简陋，但总算有了栖身之所。搬入新家的第1天，望着空荡荡的房间，李桂芳泪流满面。我们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陈国强苦笑，这就是命。李桂芳突然想到什么，明宇怎么样了？他有没有联系我们？自从那天分别后，陈明宇仿佛人间蒸发一般，完全没有联系过父母。李桂芳多次给儿子打电话，都被转入语音信箱。他选择了他的妻子，忘了我们这些亲人。陈国强语气中充满失落。陈晓婷坐在地上，抱着膝盖，哥哥也太狠心了，我们再怎么说也是亲人啊，他怎么能这样？陈浩然点点头，就是嫂子再好，也不可能比亲人重要啊。李桂芳望着窗外的夜色，喃喃自语，是我害了这个家，如果我不那么贪心，如果我不提 AA 制，也许我们现在还住在那套豪宅里。陈国强叹息一声，说这些有什么用？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生活下去。明天我去找工作，虽然退休了，但做个保安什么的应该没问题。李桂芳也擦干眼泪，我也去找工作，以前是老师，也许可以去做家教或者辅导班助教。就这样，陈家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陈家人搬入新居2周后的一个周六，门铃突然响起。陈国强打开门，惊讶地发现站在门外的竟然是陈明宇。明宇，陈国强难以置信地看着儿子，你怎么来了？
陈明宇略显憔悴，手里提着几袋东西。爸，我来看看你们。听到儿子的声音，李桂芳从厨房冲出来，一把抱住儿子，泪流满面。儿子啊，你终于来了，妈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们了。陈明宇被母亲的泪水浸湿了衣襟，心中酸楚。妈，对不起，我这段时间需要处理很多事情。陈晓婷和陈浩然也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地诉说着这段时间的艰难处境。陈明宇默默听着，不时点头，眼中满是愧疚。陈明宇将带来的东西一一拿出，有生活用品、食材，还有一个信封。爸妈，这是2万块钱，应该够你们一段时间的生活费了。陈明宇将信封递给父亲，李桂芳迫不及待地问：明宇，你和纯纯现在怎么样？他原谅你了吗？陈明宇神色复杂：我们还在一起。事情发生后，我们搬出了那套公寓，在浦东租了一套小房子住。纯纯说她需要时间重新思考我们的关系。李桂芳急切地追问：那她知道你来看我们吗？陈明宇点头，知道，是他建议我来的。这个回答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李桂芳难以置信：真的吗？他不是恨透我们了吗？陈明宇叹了口气：妈，纯纯从来没有恨过你们，她只是对你们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和心寒。那天之后，我们有了很长时间的谈话。她说，虽然无法原谅你们试图欺骗她的行为，但她理解中国家庭的复杂性，也知道我家在中间的艰难处境。然后呢？陈国强问道。陈明宇继续道：他说他不会阻止我探望你们，甚至愿意定期给予一些经济上的支持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你们必须真心悔改，并保证不再干涉我们的婚姻生活。李桂芳激动地说：真的吗？我们真的可以和好吗？我保证再也不提什么 AA 制了，再也不打他房子的主意了。陈明宇严肃地看着母亲：妈，这不仅仅是口头承诺那么简单，你们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诚意。陈国强点点头：明宇，你放心，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，不是房子，不是钱，而是家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。陈明宇看着父亲真诚的眼神，心中稍安。爸，我相信你，但要让纯纯重新接纳你们，还需要时间和耐心。那我们什么时候能搬回去住？陈浩然迫不及待地问。陈明宇摇头：不，浩然，我们不会回到原来的公寓。我和纯纯现在住的地方很小，只有我们2个人。你们也需要学会独立生活。陈晓婷失望地说：那我们就一直住在这种地方吗？陈明宇看了看简陋的房间：这取决于你们自己的努力。现在的生活条件确实不如从前，但这也许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晓婷，你研究生快毕业了，应该开始找工作了。浩然，你也要好好学习，为将来做准备。李桂芳握住儿子的手：明宇，你能不能和纯纯商量一下，让她原谅妈妈这一次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陈明宇叹息：妈，纯纯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但信任一旦破裂，就很难完全修复。你们需要用时间和真诚去慢慢弥补。临走前，陈明宇还告诉了父母一个消息：纯纯怀孕了，已经3个月。这个消息让李桂芳又惊又喜。我要当奶奶了。陈明宇点头：是的，预产期在明年春天。纯纯说：如果你们真的改变了，她愿意让孩子认识自己的爷爷奶奶。这是一线希望，照亮了陈家人暗淡的生活。陈明宇离开后，李桂芳坐在简陋的沙发上，
陷入沉思。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怨天尤人，而是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。老陈，李桂芳突然对丈夫说：“我们得真心改变才行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虚情假意了。”陈国强点点头：“是啊，这次的教训太深刻了，贪婪确实会毁掉一切。”陈晓婷和陈浩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这段时间的艰苦生活，让他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成长和责任。明天我去找工作，陈晓婷坚定地说，不能再依赖哥哥和嫂子了。陈浩然也表示要好好学习，争取早日经济独立。1个月过去了，陈家人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。陈国强在小区附近找到了一份保安工作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足够贴补家用。李桂芳凭借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，在附近的培训机构找到了一份兼职教师的工作。陈晓婷顺利通过了研究生论文答辩，开始积极投递简历。陈浩然也不再沉迷游戏，开始认真学习，成绩有了明显提升。每逢周末，全家人还是汇聚在一起吃饭。虽然那件事在大家心里都留了痕迹，但为了大家不散，都在努力成长。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，陈国强和李桂芳相视一笑。他们明白，无论生活如何变迁，家人的爱与支持永远是最坚实的依靠。虽然生活中还有各种挑战，但只要一家人团结一心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